看到我被人欺负，是他不问缘由就替我出头。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分得清。如果于再早不正常，那什么才是正常人？是那群坐视他人受到欺辱还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吗？还是我们这些明知道他很无辜，还眼睁睁看他离开的好伙伴？蓉蓉等等，大家过来看个视频，小鱼的最新视频。来。 没事吧？先把衣服换了。I'm bleeding. Somebody help! Somebody help me! I'm bleeding. 这人真是个畜生！这才于再早嘛。现在因为有了视频证据，有几位模特愿意站出来作证，估计这个扎克啊，马上就该买票赶回家去了。淑荣说的对。 那我们现在，出发。出发。 蓉蓉，我已经在楼下了，你们在哪儿呢？我就在前面，你再往前走一点。你们干嘛？先上车，先上车。于编导，请下车。小鱼，你下来，你下来嘛！进去吧。 我错了，谁有病？我有病。谁有问题？我有问题。是吗？没看出来。啊，小鱼，我也有病，你都不知道。我每次跟别人吵架，我气到脸色发青，浑身发抖，我都说不出话来，我很怯懦。我一直失眠啊，这也勉强算一个吧。那个，我懒惰。我很暴躁。 不止，我没病。我太傲慢了。公司需要你，团队需要你，我作为老板，也特别需要你。 该轮到你们展示爱的时候了。小鱼，我爱你。好了，我替我自己还有那个讨厌的人抱抱你。不要走了嘛。对，留下来了。那个，你要是真走了，蓉蓉也会恨我一辈子的。留下来吧。 真麻烦。满意了吧？进去吧。嗯。等等，还有一个人。西宁，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才用你的团队，这下好了。 我今儿彩排，你给我捅这么大篓子，那叫什么 ZA， 临阵脱逃，你让我上哪儿找人去？小启啊，
薇薇姐，虽然这次发生了意外，但是我们是最专业的团队，我保证绝对不会破坏你的秀。我是不会和这种网红化妆师合作的，有失我的水准。菲菲姐，今天不是正好要彩排吗？到底什么水准，比一比就知道了。菲菲姐，我跟你说呀，咱们这么久的交情了，你得信我一次。我不信，你不信我就跟你绝交。他们这么有诚意，咱们再试一次。我拭目以待。哼。王姐，谢谢了。我去看一下。加油。嗯。你怎么紧张成这样了？怎么了？汪姐，她是很出名的归国化妆师，还为很多超模化过妆。知道挑选模特的标准是什么吗？可以不漂亮，但是一定要让人过目难忘。他们永远只挑最合适那套衣服的人。今天的主题是梦回江南，是东方风情，这是你的长项啊。所以呢，别紧张，自信一点。嗯。这里就是你的主场。我尽力。来啦！杜老师，杜老师，我以为您不会来了，您不生我的气了吧？杜老师，你送给我的水全让坐着的那个人给我弄洒了，都用不了了。我是来给你加油的，跟我来吧。小鱼，我去前面看看，这边你盯着。技术到底怎么样？就是这样怎么样？你跟他说呀。才不是。Okay, come here.
hair。说咱们还多久？怎么样？我赶上了吗？嗯，来得及。顾世庸，我刚刚在洗手间门口看到很多中国模特，是怎么回事？菲菲姐，那都是我请的。为什么？我用外模用习惯了，你不知道吗？菲菲姐，你别着急，我保证给你个惊喜。不是，演出开始了。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蛴，齿如护膝，琴手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中题咏的那位美丽高贵的庄姜，正是中华女性古典美的象征。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女性对美孜孜不倦的追求，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诗词营造的美丽梦境。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当，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这是女性颜妆之美。媚眼含羞合，单唇逐笑开，这是女性羞涩之美。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玉度香腮雪，揽起画蛾眉，弄妆梳洗池，这是女性慵懒之美。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是女性娇艳之美。雨滴花腮，荷泪胭脂落，这是女性气容之美。中华女性之美体现在发饰、妆容、服饰、鞋履、配饰等的协调搭配，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女性规格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好。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没什么印象，它就是没有什么辨识度，我怕将来。菲菲姐，菲菲姐，
菲姐，您在电话里跟我说您要终止合同，是什么意思吗？我还请颠了团队呢，那是多难请的团队啊，哪能说不用就不用呢？您别听别人忽悠，我跟您说，这国内有些团队啊，资金紧，活还不好，很难登得上大雅之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这不是为您的这个秀着想吗？我跟您说啊，您的秀这么大，一定要找好合作对象，一定要慎重啊，菲菲姐。秀呢，我是一定会办的，但是规模和成本我会严格的控制。对，我会在传承上投入一系列的广告，届时由时尚达人、美妆博主和视频宣传，让线上平台和全国的门店实现即秀即售。那您这个秀就要延长时间了，得延期好长时间呢。据我的个人经验啊，这时间一拖延，就会产生无数个困难，到时候烦死您，那比得上咱们的合作。飞机已经上天了，这中途卸货，您看。我跟你签的是合作意向书吧？我现在是在通知你，不是在咨询你。菲菲姐，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正在开会。那个，我们要不要再讨论一下？好啊，拜拜。反正也不着急。这个还不错，个子也够高，咱俩眼光一直都保持一致。视频角度选的不错啊，怎么样？当女英雄很爽吗？多亏你的提醒，我才能早有提防。毕竟做好事不留名，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嘛。那看来你是准备违背诺言了。唉，经过这次事情，我才发现，原来大家这么喜欢我，这么需要我。没办法啊，我就是这么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只好让你失望了。后会有期。小鱼，来，这是我给你做的强身健体的饮料，你把它全部喝光啊，一口都不能剩。全喝光啊！资料你们再多打印一些，肯定不够的。好。现在是工作时间。袁北道，不要打扰他。脸色不太好呢，昨天熬夜了？搭积木了。劳逸结合，有助健康。你要的资料，谢谢。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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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小心点儿。各位不是要去采风吗？沧浪亭造园艺术与众不同，未进园门便设有一池绿水绕于园外。园内呢以山石为主景，迎面是一座土山啊。沧浪石亭呢便坐落其上，山下呢早有水池，山水之间啊以一条曲折的复廊相连。假山东南部的明道堂是园林的主建筑，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大家现在进入的就是可园，你们别看这园林面积不大啊，只有4亩半，但这个园子啊，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啊，你看，哎，小心点啊，哎，可园的园林特色可以用20个字来概括，叫水池居中，建筑疏朗，蓝曲廊回，水木明色，庭宇清旷。啊，你们看，这之前采风拍摄要赶时间赶进度，也没怎么听专家说过，都不知道原来造景有这么多讲究。苏州园林的屋宇叠石、花木池鱼，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将诗情画意匠心巧妙地融为一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主人无俗态，入补见人心”。王姐看到了吧？看着呢，一直都看着呢。真不错，这个地方。春天呢可以观海棠，夏天呢可以在枇杷树下歇凉，秋夜呢可以听着窗外雨打芭蕉，再到寒冬腊月呢，就可以坐在亭间边烤火边赏梅。哎呀，这么闲适隐逸的生活，我可是无福享受。别老是拍，你听听人家说的，完了之后你拍东西都不一样。哎，非得搞什么云参观，待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也给你来云品尝，行不行？你给我打包啊！来，我带你参观一下。看，这个小巷子，看到了吗？大白鹅。你看，这小亭子怎么样？看，鸳鸯戏水。哎，转回去，转回去。怎么了？我知道我们拍什么了。杜丽娘怎么样？杜丽娘？那还不如董小宛。董小宛是苏州的才女，又是秦淮8艳之一，她跟莫碧江的故事是可以的。现在这种舍身做妾、侍奉全家，为了爱把自己熬得油尽灯枯的女人已经不流行了，木岛。那就《浮生六记》，沈复和芸娘的故事也是挺感人的。我发现你们这种男人吧，理想中的女性都是牺牲自我的。我奉劝你一句啊，要是想有好的收视率呢，就要放下你大男子主义的身段，讨好女性观众，好不好？媚俗。
讨好，什么都讨好。我拍东西永远都是中立的，不带任何的预设立场，从来不谄媚任何人。明晚期，王羲掘墓出土文物，如官服、首饰、配饰、刺绣、名器家具、生活用具等随葬品，既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工艺技术水平，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有所折射。大家跟我来看看这边。大家请看这组微缩明式家具。权臣严世蕃被抄家时，抄出了大理石、罗甸彩漆等床共计657张，桌椅、橱柜、几架等项共7444件。说明当时的达官贵人好以明式家具来炫起斗富。那文人雅士呢？他们更追求一种精而变、简而裁、巧而自然的居室陈设旨趣。这是明代内阁首辅王羲爵夫妇合葬墓发现的微缩明式家具。怎么都这么小啊？古代的中国人讲究视死如视生，人们去世后，仿造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器具，制作冥器作为重要的随葬品。王羲爵墓出土时，这组微缩冥器就放在墓主人的棺上。我刚刚注意看了，你看哈，它这儿有衣架、小木盆，这是拔步床，我认识。这边还有脸盆架，还有这么多炊具。哎呀，真的是非常的生活化哈。是啊，真是精巧。可惜啊。怎么了？园林的美呢，只要你拍出来，观众就可以感受到。但是家具它的门道呢，实在是太讲究了。你拍深了呢，观众看不懂，可看性就不高。我也觉得是。就这些木头啊，恐怕挺难拍出好故事来的。那要不给诸位换个选题？我们什么时候不是迎难而上啊？行了，这边看完了。这苏博不是根据常务志营造了一间明式书斋吗？陶教授，带我们去看看。跟我走吧。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还敢回来。Asian architecture? I mean, the one we did before is pretty good. Why don't we just keep doing it? Mike?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online gambling games? Gambling games? People are crazy about it. They want to see how the two companies are against each other. Who do you think is supporting this? It's not just the capital, it's the audience. The higher their enthusiasm is, the happier the advertisers would be. So are the investors. That's a win-win situation. But now, you're avoiding the competition, which will only make people say... Say... 说什么？说什么？说 you 啊 ，you 啊 ，you 这个娱乐界的 Godfather 现在变成什么了？变成个大怂包。怂包不懂是吧？浪得虚名。Okay, I get it. What's wrong with you, 依依 ？My God！ 我告诉你啊，你这几天的脸色一直都很 bad 啊。你如今的健康管理 very 的重要，因为你可是。说中文吧。OK。没事，我们继续聊吧。
这是一张图片，有请我们的 A 组选手和 B 组选手仔细的看一下这张图片。一块看看。看不懂，在电视剧里看过。请问影视剧中用被子包裹住嫔妃去侍寝是真实存在的吗？我觉得是 A， 真的。请问清代雍正皇帝每晚在哪里就寝呢？请 B 组娘娘作答。我们的选择是 B。恭喜我们的 B 组娘娘回答正确。图中的哪一个是清前妻的发型呢？娘娘，皇宫最强，贵妃，马上发威。你们的选择是？我们选 D， 我们选这个。选 D。好，这张呢，发型和发量还是比较饱满的哈。喜欢发量。对。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 组娘娘作答。我们的答案是 C。基于我们的2组选手都答错了，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你不要接受相应，不要打我。跟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谢谢你们的热情，谢谢，朋友们，再见。看吧，咱们做园林和明式建筑，人家就做宫廷建筑营造，他们可真行哈！居然把过去20年创造过清宫收视神话的这些女演员全都请来了，干脆来了一个清宫娘娘大串联大宇宙。这影视城的明清宫苑虽然是1比1仿造的，但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按理说是没法拍。难怪他们居然为了节目效果，连这种招都想得出来。不管是美人迟暮，还是风头正劲，把他们都拉到一块，坐在一起，女演员嘛，拍摄时的争奇斗艳、新仇旧恨，够他们炒一波的了。重新聚集了这帮娘娘们啊，又是自黑，又是玩梗，又是搞笑，估计咱们的热度和话题量都会被他们吊打吧？那，不是估计啊，从现在的网络数据来看，已经被。实事求是嘛。怎么没见到庄一呀？对呀，他没参加录制啊。好像是没看着啊。对，确实没出现啊。别管他了，他们请嫔妃，我们请乾隆下江南怎么样？东施效颦。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早上再聚。那个穆导，长我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小鱼，我知道你每次开会都会心不在焉，也不爱说话。可是你今天明显有心事，你是怎么了呀？没事儿啊，王姐，我约了专家做采访，马上就要来不及了，我先走了，明天见。王姐，你看着孤独的背影，你就不管呀？总得给大家适应的时间吧。有什么可适应的呀？小鱼，我们在一起工作了那么久，大家经历了那么多，人不在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满口仁义道德，想人家；现在人家回来了，你们一个个漠不关心的。道理很简单，现实很困难。用平常心对待一个人，是最不平常的事情，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再说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界，而是它的本身。你这些大道理我也不想听。明天小鱼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给他一些温暖，好不好？明白了。顾总，咱们也去看看。走。再给我把这个多看点。你们干嘛呢？来啦！看清了你！干什么呢？走，快走！站住！别跑！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哪不舒服？是不是眼睛不舒服啊？没事，你让我看看。没追上，让他跑了。报警！哎，好。没事吧？你真的没事儿？别担心，明天我找人处理。哟，怎么了？小鱼，你这是得罪谁了呀？
哎呀，不过你这个个性啊，就是爱得罪人。没事儿，别怕啊。庄一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突然晕倒了，送去了医院。不知道从哪儿传的消息，说摆拍的事情疑惑至今，才受到了打击。粉丝自然找罪魁祸首算账了。庄一出道就那种乖巧的民国少女，收获了一大票男粉。粉丝做事的时候就是不理智。你最近啊，出入小心点，千万别一个人，听见没有？谢谢王姐。阿旭，采访取消，我送你回去。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我先走了，王姐。你到家给我们来个电话。阿旭，来，张姐，拍照了吧？拍完了。把那些网上的那些造谣号，宝堂，还有这些照片，新闻我看了，我很快会解决。小心点儿。回头再说。好。昨天晚上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因为心情不好才发生了意外，人有短暂的昏迷，医生初步断定是头部外伤，幸好没有什么大伤，只要留院观察48小时就能出院。他是因为我才被庄依依记恨的。你现在出现在医院，不是会更加刺激庄依依吗？我不管他是否出自于自己的主观意愿，现在来医院找麻烦的都是他的拥护者，在你们关系没有彻底了结之前，我不希望任何人来骚扰于再造。你听明白吗？你们干嘛呢？我去买杯咖啡。对不起啊。该换药了。谢谢。不客气。我这一受伤要耽误拍摄了，好像连手机都摔坏了，没来得及告诉你，对不起啊。我找到汪姐在要的医院的地址，等我赶到后，你已经转到安心医院了。那边的姚院长是小姨的好朋友，一旦被他知道了，肯定会暴露的。只是出了个小事故嘛。小姨要是知道了，肯定要逼我回去跟他住，好麻烦的。为什么不返京？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浪费了所有人的心血嘛。你说我聪不聪明，乖不乖巧，听不听话？虽然我真的很想打爆他的头。你变了很多。陶唐，刚才被你们吵醒了，现在有点困呢。那你再睡会儿，后期拍摄我会跟进的。那帮我们把礼物带给依依吧，告诉依依，大家听我说，依依现在身体不太方便，等依依好一点了，大家再来，请大家先回去吧，好吗？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安静，听我说。对不起，医生说依依暂时不能会见客人，等依依好一点，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可以吗？请大家先回去吧。人呢？人呢？我问你，于在头的人呢？他不是和你在一块儿吗？希望别像我想的那样。
你一个人跑出来，你知道我多担心吗？你到底来住院还是来度假的呀？好，是你逼我的。我打电话给你阿姨。别！好嘛，我错了，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你先放下来。道歉比谁都快，就是坚决不改。我要是提前说了，那还能吃上冰淇淋吗？就像拍摄的时候先斩后奏，不容易错过重要镜头吧。你还振振有词。该去解决我给大家带来的麻烦了。哎，我说，该做点实事了吧？是吗？1个小时之内，陶唐会在社交媒体上揭穿庄依依报复节目的真相，而无辜的我受到庄依依粉丝的恐吓，精神恍惚出了车祸，现在人又在医院，公司也有宣传团队的，不需要我教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吧？我还以为你准备息事宁人，原谅他们了呢。原谅？不可能的。明天拍摄之前，把它解决掉。喂，我的冰淇淋！这是利息。哼。依依姐，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出院呢？你们把事情闹得这么大，难道还不用我回去处理吗？依依姐，对不起，我只是想为你出口气。是你们处理的太路行己，太蠢了。不过出院也好，听说于再早也住这家医院，这个女人太危险了，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对不起，你的信念什么时候开机啊？您现在状态是否会受到影响？你有没有教唆粉丝攻击对手编导啊？郭小姐，你们两个什么关系？于再早是在幕后面摆拍事件的人，你是在蓄意报复吗？于小姐，你该换药。于小姐，依依姐，在这等我。预备去卖惨博同情啊！张依依，你对陶唐究竟是爱还是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不太懂啊。当然常理来说呢，爱就是要善待对方。可你为什么要百般折磨他呢？我跟他的事，你是不会明白的。哦，要我说，你自己都未必清楚吧？于再早啊，我说病人呢，还是乖乖养病，不要多管闲事。啊，我差点忘了，你得的是绝症，没药治呢。是啊，人们表面上都接纳你，可实际上，不是对你敬而远之，就是骗你哄你。你猜，陶唐对你用的是什么方式啊？你可以感知他人的快乐与痛苦，可你却毫不在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人群中呢，也隐藏着很多像你一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像个人，可实际上啊，非人沾边的事一点都不干。庄依依，你跟我，到底谁有病？你于小姐，您没事吧？这怎么流血了？依依姐，没事吧？依依姐，刚才你打算小姐是吗？让你解释一下。不是，这怎么打人了？我们接受采访。别跑！就只让你来一下。
赶紧走吧。周小姐，你和于小姐有什么关系吗？你说了算，周小姐，周小姐，你为什么事业打上呢？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你太小看我的情报来源了。我想盯住这个明星，怎么可能让他半途就飞了呢？你们做事之前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速战速决嘛，这是速战速决的事儿吗？你相不相信？明天早上，最晚明天早上，你就会看到庄云一临时退出节目的消息。顾时庸，哎呀，像她这样懂得趋利避害的女人，她不会为你放弃人生大好前途的。总之，麻烦全部解决，你不必再担心了。你们到底还要聊到什么时候？陶糖，你的手艺超好，可乐鸡翅可好吃了，你尝尝。于再早，你的伤完了，我忘洗手了。不过，红墨水要怎么才能洗掉啊？红墨水。好喝。手艺确实不错啊。好吃。太好吃了。还在生气啊？凌晨2点，著名哇！记者说张一一去了机场，凌晨2点的飞机。他也不想想，扇我一巴掌再扇回去，超幼稚的。谁会用这种方式报仇呢？知道了。淘淘，我其实是帮了庄依依的，她走到今天不容易，再这样泥足深陷下去，会毁了自己的。逼她及时抽身不好吗？你这样的人，怎么懂复杂的人心呢？再说了，我是真的出车祸了，你看我的头，好痛的。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而生气吗？因为我没有提前告诉你。再见。于再早。我去，庄一的账号彻底沦陷了，网上全是骂他的。是的，我也看到了，全是他的负面新闻跟评价。哎，听说谈了个电影，你黄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别人怎么样？现在最重要的，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啊！主题都没想好呢，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准备开会。你干嘛去啊？我去医院看看小鱼。哎，这要开会呢。大家好啊。小鱼，你头好了？好了，赶紧参加我们的会议吧。我是觉得这些家具单独排还行，你跟这园林搭在一起很奇怪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气质非常吻合。从画面上还有色彩上来讲，还是挺搭的。园林里面放家具很风格化嘛。反正呢，我还是坚持之前的想法，做乾隆下江南系列，配上小剧场，这一直是我们节目最大的卖点。放在平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飞鱼物语》已经抢先做了清宫题材了。哎，他们做宫廷，那咱们就拍园林，就做一个古往今来的园人对比。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请几个文学大师在这个园林里搞一个读书会，充分的发挥文字的力量，让观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这园林。我送您4个字儿：曲高和寡。还读书会呢？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看书啊？你能不能想个现实点的呀？那行，你出一个现实的。我这不拼命想的吗？你随随便便出医院，现在才会不舒服的，还不赶紧跟我回去？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再早，你不要命了？跟我来。你先去医院。汪小姐，你说的这个找明星搞游园会啊，不行，不是创意。那你提出个建设性的意见呀？明式家具，文人雅士，之前介绍过很多次了，怎么做才会有点新意呢？旧法子挺好的呀，保险。为什么那么多人旧法子呀？因为他屡试不爽。你总是用一个方法，那观众看了都会厌烦的。哎，那要不就江南4大才子？唐伯虎、文征明都做过了，不新鲜。是不新鲜？大家赶紧想个新鲜的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用流量带话题，出发点坏了，做什么都做不好。我们分析收视率啊，即便是戏中戏环节，也只有那些观众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才会有观点。既然下江南系列不行，我们可以做拙政元历代主人的变迁往事，从王献臣讲到张吕谦，有文脉延续，有历史传承。又或者红楼剧组重聚。我觉得明星游园真的挺好的，你们想象一下啊，美人美景相映成趣，观众也爱看。文化呀就要讲得润物细无声，强塞是不行的。那现在观众看电视都倍速看，是不是？就这么办。姐，你这角色演好演坏都挺麻烦的。之前剧场反响不错，都已经在给你接影视约了。王姐，这个角色换个人演吧，你实在不太适合。我怎么不适合了？老年慈禧我都演过了，这就是一个17岁孩子的妈，我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实在太年轻了。我虽然孩子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也采访过很多母亲，他们的心态呢我都了解。况且我们这行呢就是要这样，让你演什么就得像什么，不管是30岁、40岁、80岁，给你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要有体会，就能把它演出来。专业。王姐，我也支持你。顾总放心吧，妆容交给我，我绝不掉链子。好。王姐，顾总，导演，王姐，哎，我看如果妆 OK 的话，咱就换好衣服准备拍摄。好，差不多了。嗯，好。哎，王姐辛苦，我进去看一下。袁编导，李编导看着好像不太舒服。好，我知道了，我现在来现场。袁编导，孙导，你先看着。好。孙导，哎，先准备这场。对，就是这场。然后要看一下画面，整理画面。
顾总。顾总，哎，顾总，咱们一块儿啊，我惦记这么爷，我相信你。感谢您的信任。给。还能坚持吗？头疼。这可怎么办？马上开拍了。不然这样吧，你先休息，我找演员替你。不行，我不想耽误拍摄进度。最后一期了，你就跟他们说你也想过把戏，这样他们就不会疑心。我不行，王贵戏份那么重，我会砸场子的。我现在马上改剧本，就一句话。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一个字就一个字。八步床产生于明代晚期的一种大型床，又称八步床和踏步床。八步床分为廊柱式和围廊式两种造型，在传统的三面设矮围、四角立柱的架子床的基础上，又添了一间小木屋，形成回廊之势。床的前沿会设一道2-3尺的浅廊，中间留有脚踏，左右两侧用来安放小厨、桌子、坐墩，甚至梳妆台，构思十分巧妙。硬木八步床工料浩繁，奢华精美，流行于明清江南一带。当地很多富庶人家在女儿一出生，便让工匠打造此床，以备嫁妆。敲呀打呀，何时才能做好呀？等我们贵儿将来出阁的时候，这张八步床就能造好了。爹，什么叫八步床？什么叫出阁呀？等10年以后，贵儿长大了，就知道什么叫八步床了。嗯。想要知道八步床是什么，贵儿去量一量就可以了。嗯。1、2、3、4、5、6、7、8。8步。贵儿，快坐下，娘再给你梳梳头发。贵儿，景少品行端方，少年有才，是我和你父亲为你千挑万选的良婿。娘只盼你嫁过去以后啊，夫妇和美，一生顺遂。夫人，贵儿，景少他突患暴病，不幸夭亡。丈夫死国，妇人死父，义也。不是让他舍命，是去到徐家为夫守节。你因反对夺情之意，大大得罪了张阁老，这才回乡赋闲。若舍不得女儿一朝起复，必落下他人攻坚之把柄。你自己应骨一块，可全族人都会受你的连累。对呀，袁玉，你只是要害得王家，被人指着脊梁骨痛骂吗？说你教不好女儿，不懂守节大义，玷污了王家的门楣呀！大家说的都对，
今后绝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老爷，送小姐去徐府的轿子已经备好多时了。桂儿，你怎么穿成这样？桂儿，桂儿，将闺房拆了重改。夫人，这是……以后，这就是桂儿，不，是谭阳子道君修道弘法之所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将闺房拆了呀！是，走，给我站住！夫人，你这到底是何用意啊？夫君，女儿哭了整夜。天明时突然开了慧眼，说她本不是这世上之人，是不能婚嫁的。自此后，取号谭阳，一意修道成仙，红尘俗世不再过问。你说什么？成仙？成什么仙？我儿自幼不爱女工针指，不读女界内训，唯贪恋庄老之书。没想到，竟有如此这般造化。东晋许真人曾言：“吾先去后1240年间，豫章之境，武陵之内，当初地仙800人。想不到这龙纱衬，第一个便印在了桂儿身上。自此后，你们不能再称她为小姐，都要尊称为道君。”是。这说道君啊，讲的特别好，是的，道君，道君，哎呀，小姐，你总算回来了，快通知老爷，小姐回来了。小姐，你最近都去哪儿了？可把老爷和夫人都急死了。哎呀，小姐，你说句话呀，小姐。自此，王贵自称谭阳子，受上真引渡，潜心修道成仙。声名传扬开来，一时轰动江南，引得文坛巨擘、江南名士趋之若鹜，纷纷上门听法，争相拜谭阳子为师，成为大明万历年间的一道奇景。真是络绎不绝呀！兰子。
夫人，事情越闹越大，已经张扬到宫里去了。太后传下懿旨，要亲自召见他。我早就说过，不要装神弄鬼。如今事已至此，王家大祸临头，事情该如何收场？那你说，该如何收场？我妻儿犯下的过错，理应由我亲自去宫中请罪。重阳之日，谭养子便要白日飞升了。关门。安顿好了，给娘来个信儿。老爷，老爷，你不能进去，让开！老爷，老爷，你们。夫君，我生贵儿时遭遇难产，自己险些丧命。这孩子生下来就体弱，是我用米汤一口一口的将他喂大，好容易活了下来。5岁那年，又生了疥疮，一头秀发落尽。是你我轮流抱着他，为他擦身换药，整夜都不敢入眠。这女儿养的艰难，这些你都忘了吗？我们当初为何要打造这张拔步床？你知道贵儿出生的消息，就开始准备木材，千工万造，一点一点的，这张床终于造出来了。数完了吗？怎么总也数不完啊？他是我们女儿的陪嫁，他会伴我们的女儿长大成人，披上嫁衣，由他生儿育女，一世安康。可如今，你却要用这张拔步床，把我们的女儿送到一个活死人的墓里去。天地人和。来，桂儿读一遍。天地人和。给娘亲吃啊，你先吃第一口。爹，
走吧。走。走吧。走吧。变身了！变身了！变身了！太阳子变身了！收工了！谢谢导演，谢谢导演。姐，你演的太好了，那眼神那气场，王熙凤是不是绝了？能不能多读读书啊？这是王熙凤啊，带这么一个就是王熙凤啊，衣服是不是啊？什么朝代的事儿啊，多学学。汪姐演的太棒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别别闹，别别闹，演的非常好，一个字牛啊！我去看看汪姐啊，你先卸妆。我帮你拆掉。袁编导，哎，陶教授，陶教授，石彩台样子如期作画，可能是绝食，也可能是丹药中毒而亡。但谭谦呢，他在枣林杂俗里说，朱夫人以千金嫁妆就能改嫁绍兴儒生，另外只剩他白日飞升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不是胡编乱造的。不用那么紧张，我来拍摄现场就是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坐坐坐。
哎，陶教授，你来是找小鱼的吧？走走。哦，你拿着啥去？哎，他刚还在这儿呢。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突然答应替他出演了？我也想露个脸，上个镜吧。这该死的于再早，他还真就给我一个字台词。姐。陶陶，陶教授，陶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记仇？佳妍，刚才我看了，演的真不错，就一个字，棒。以后喜欢的话，多演一点。你热不热？我这有风扇。谢谢。你是在想谭阳子，还是在想王夫人？听说这拔步床的模型被发现的时候是在女官上，我当时就在想，它对于王夫人一定很重要。只是她的日常……是，也有可能只是她平时用的。不要对历史妄加揣测。不过中国古典家具中精巧绝伦的谦宫拔步床，往往耗资巨大，历时数年才能完工。在明代的江南一带，富庶人家自女儿出生起便要为她精心打造一张拔步床，家具中凝聚着父母之爱，也是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创意。你的故事也算是有理有据。你不生我气了？现在又想起来。陶唐，你说，如果谭阳子阳黄修道是真的的话，那他的那些信徒都是名士是怎么回事？还有，为什么连王世贞都要拜他为师呢？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嘛！要拍就拍正面，一天到晚老是偷偷摸摸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哎，晚上一起吃个饭呗？不去，这么不给面子？我从来都不和工作伙伴约会，加上你又是前男友，所以我拒绝。前男友也可以变成现男友啊！哼，想得美！王心宁，走好看一点。收视率1.982，荣登全年收视最高的文化节目，完美收官。小夏，看着，来，干杯！祝贺大家！哎，给我一点。哎，小心别洒。拿了。哇，辛苦！大家辛苦了！哇，真太不容易。老板辛苦了！一起欢迎！谢谢。涛涛，我最近一直心神不宁的，你能不能坦诚的告诉我，早早到底怎么了？啊，于阿姨，你别担心，前几天她只是出了一个很小的车祸，留院观察了48小时，现在已经没事出院了。不，我不是说这个。早早到了公司，每期节目我都会看，可是这最近的节目吧，您是觉得节目出了问题？我感觉不到他对节目的热情了，偶尔还会有敷衍的创意。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种感觉去告诉你。总之，他很不对劲儿啊。
不是长在你的脑袋里，哭什么呢？就不能动手术吗？医生说长的位置不太好，所以……那你怎么办嘛？姐夫怎么办？还有我们怎么办？剩下的时间，我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不想把珍贵的时间都留在病床上。至于节目、莹莹，以后就全部拜托你了。我不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们节目，你怎么办呀？你怎么办呀？你怎么不早说嘛？你早说，我就不那么对你了吗？你怎么那么傻嘛？有办法的，肯定有办法，是不是？肯定会有办法的。没事的，没事的，会好的，会好的。给，送给你的礼物啊，除了对艺术的热忱与执着是一样的。我终于知道我爸为什么把你送过来。为什么？他把你送过来毁灭。耶！真的？你在哪？下一期宣布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试。好啊，我最喜欢比试。人生呢，不是你这样思考就能思考得出来的，拍摄方案也不是像凭空就能蹦出来的。这是我给你做的强身健体的饮料，你把它全部喝光啊，一口都不能剩。公司需要你，团队需要你，我作为老板也特别需要你。不要走了，留下来，留下来吧。哇，好漂亮啊！这个服装，你在哪拍的？这就在那个苏绣博物馆啊。我前两天骑车去了一趟。拍的真好，这个好看，你再放大给我看。哇，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要是配合我的妆容一起，那真的很漂亮了。哎，莹莹。哎呀，莹莹，小鱼只是去法国度假了嘛，很快就回来了。就是啊。这怎么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得了脑癌，他根本不是去度假的。
知道这样我就不去他了。这么恼啊！你说什么呢？真的，他亲口跟我说的。乘坐73814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就要起飞了，请马上从第7号登机门登机，谢谢。Your attention please. This is final boarding call for flight 7381 to Beijing. 驴在走。你一个病人要去哪儿？跟我回去。等等，走。于再走，你是不是想等死啊？好，那你就死在我面前，哪儿都不许去，你听到了吗？你不是一直活得很任性吗？你怎么会选择默默无闻的去死呢？就算是生病，你也会闹得天翻地覆，让所有人为你哭才对，不是吗？顾时庸，谢谢你。虽然你是一个吝啬又爱剥削员工的老板，但你是一个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于再早，这一次你能为我留下来吗？那阿姨呢？你忍心抛下她一个人走吗？对了，还有陶唐，你连告别的机会都不给她吗？于再早，你怎么会那么狠心啊？他还在生我的气呢，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都不接。至于小姨，她已经为我耽误了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不想再耽误她了。我就知道，最后佳嫣一定忍不住要跟你们说，所以我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交给小姨，可以吗？我不喜欢告别，拜托了。
好玩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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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走，你赶快给我回来！你听见了没有？你再走，你再走。Hello, welcome aboard. 好，你先休息。您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您好，您的座位是这个吗？对，我帮您放，谢谢。谢谢。Welcome aboard.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好。您好，欢迎登机。 Okay, that fainting thing, Penelope. I'd be lying if I haven't made a version of this speech before. I think I was probably 8 years old and staring into the bathroom mirror, and this would have been a shampoo bottle. Well, it's not a shampoo bottle now. 我做演员怎么样？如果你做演员，我相信，即便从路人甲做起，最后也会成为影后的。我也这么觉得。你好，欢迎登机。这不是你。阿姨说，每次你觉得无聊了，就是要换目标的时候。不过你答应石勇给他拍第3季节目，为了顺利离开，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那你跟他干嘛呀？你好，欢迎乘坐。上飞机的时候，我给公司打过电话，替石勇和木岛订好了下个航班的机票，我们在巴黎会合。我忘了告诉你，下一期我们计划拍摄世界博物馆，这次去了正好采访。我不去巴黎了，我要下飞机。哎，小姐，现在已经不能下飞机了，请立刻回到自己座位。不好意思啊，他一向这么任性，给你添麻烦了。没关系，请系好安全带，祝2位旅途愉快。谢谢。系好安全带。哎。巴黎了，我再也不去巴黎了，再也不去巴黎了，再也不去巴黎了，再也不去巴黎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要冷静。好朋友们，我回来啦！我建议啊，我们还是按之前商量好的办。好朋友们，见到我见。那如果我们在……你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没错，就是。认识一下新的伙伴。我去看一下。这什么情况？这是。木岛呢？木岛受文艺片的邀请，正在筹备。芳姐呢？
汪姐失眠太严重了，影响了她的工作状态。你也知道，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出现在观众面前一定是最好的她，所以。谢瑶跟舒荣呢？搪塞无效，坦白从宽。舒荣如今是当红美妆博主，直播带货都接不完，怎么可能顾得来呢？谢瑶辞职去做新闻摄影师了，他说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理想。你谁都问了一遍，就是不问我，想死吗？于再早，你的笔记本电脑跟水杯不是在会议室的桌上吗？我又没想。欢迎回来。管你有没有来呢？你说什么？好了，不闹了，啊！该去会议室跟新团队打招呼了。人家都等着你呢。介绍一下，这位是主持人万思花小姐，之前你们见过。导演张导，化妆师美美。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个全新的团队，共同拍摄《传承》特别篇。顾总，不用介绍了，这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之前呢是站在不同立场，都有得罪啊。这以后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了，我们要好好合作呀，是吧，于小姐？合作愉快。佳音，开始了。前2季传承取得了很好的收视和口碑，临时决定加拍特别篇。这期的主题就是年俗。年俗？可是这个季节拍年俗，这听起来就很热啊。特别篇的主题是由观众投票决定的，季节不对，拍摄起来会很辛苦。但是对于一个专业团队来说，这应该不算什么难题吧？你说的很对，专业的，随便说说。佳音，继续。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民俗也不同。要说起在博物馆过大年，通常是以各类艺术展览为主，还有很多民俗体验。这是一些以往的资料，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幸好有你在。这是观剧，有戏剧。怎么了？楹联。过分安静，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次的拍摄更换团队已成定局，也很有挑战，他只能接受现实。你有什么想法？我刚看了，你们已经做得很完美了。到时候啊，我还会再增加一点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元素在里边。希望我们到时候能够合作的愉快。合作愉快。设备是放哪边？来跟我过来。好。导演，你看，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拍摄地。对了，导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想法特别棒，如果要能拍出来啊，效果一定非常好。本编导，我看了通告，是否还要进园林拍摄呢？哦，我们看了很多私家园林，取景都不太满意，加上换了新的团队，磨合得很不好。啊，今天可能会辛苦一点，后面还没定呢。再加高一点。主持人进来的时候，露丝站在这里。啊，导演，待会儿拍摄陶教授跟万主持，你有什么想法吗？拍摄现场一切我说了算，你不要在这里指手画脚的啊。看您这机位的摆放呢，您是预备先拍一个大全景，然后来一个正反打，然后呢再补一些特写，最后抱着这堆平庸乏味的素材回去逼疯剪辑师，对吧？不要忘了，位置按我刚才说的走啊。知道。导演，他这是胡闹。冒昧的问一句，你认真思考过吗？导演，您真的思考过吗？导演，你会思考吗？你说什么？顾总，这是个什么人呢？啊，凭什么在这里胡说八道？今天到底还拍不拍？拍。行了，大家别看了，回到各自岗位，工作日常交流没什么好看的，散了吧，散了吧。原来你早有准备，故意来砸场是不是？马上向导演道歉。别装了，
阿迅说你对导演不满很久了。不要耽误今天的拍摄，我求你了，听话。导演，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陶唐？陶唐，佳颖，佳佳，我说过多少遍了，别叫那么亲密。万思华小姐带来的这支团队确实同我们的节目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天就拍摄问题发生了很多摩擦。顾总，这算怎么回事啊？你可别忘了，当初是汪希宁临阵脱逃，我才答应的邀请的。这现在到底谁是制作人啊？你为什么要受他们威胁啊？我不拍了，好吗？我不拍了。哎，张导，张导，哎张，哎呀，哎呀，哎张导，拜拜。哎呀，张导，哎呀，哎呀，顾总，你们这是违约！万主持，公司同你们签过拍摄协议，条款上白纸黑字注明拍摄方案需经公司认可。现在变成这种局面，难道不是因为你的团队未能达到高质量的拍摄水准吗？好，拿着吧你，你们等着见我的律师吧。你拍什么拍？您注意脚下啊！啊，哎，还有一个，别闹了，好不好？我话还没……别说了，这拍摄才第一天，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赶紧把大家找回来吧。这也没什么难的呀，干点正事儿吧你。谢谢，王姐。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以我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不能再胜任这份工作了。抱歉。其实我今天来呢，只是想让你看看这个。应对这种八卦新闻，事事胜于雄辩嘛。穆导，您先别走，咱们再谈谈。穆导，哎呀，没什么好谈的了。不是，您看啊，待遇啊，什么报酬，咱什么都能谈。跟这都没关系，我真不去，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那您再找别人，好吧？您有什么条件？没，哎，对不起，穆导，顾总，你也想跟我说让我回去是吗？我不能再回去。穆导，你不是一直想拍一部关于底层女性的公益纪录片吗？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我找你谈什么？谈投资啊。投资的事情我已经解决清楚了，谢谢。穆导，这次汪姐也会回来。她回来跟我有关系吗？穆导，你不会是因为被拒绝了，面子上过意不去吧？话不能这么说，顾总，谁拒绝谁？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有我自己的事业啊。穆导，我们需要你，回来吧。汪姐亲口说的。蓉蓉，和我们一起拍特别片吧，我们都特别希望你能回归。
蓉蓉，谢阳，你也回来了？我还没想好。哎，你什么意思？蓉蓉，小鱼，哎，我真没想好。进去。还是那个那么有行动力的鱼仔嫂。等我一下。我真没想好。我们一块把他拉进去。你不是得脑癌了吗？怎么劲这么大啊？半个小时之内他们就都会回来了，再等一会儿吧。小鱼，对不起，我不能参加拍摄了。为什么？没什么，就是不能参加了。你别哎！当红美妆大 V 接了个友情推广，不幸对方资讯全是造假，流失了大量粉丝不说，最后还发现是网红朋友的陷阱，被人坑得找不着北。哇哦，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过得精彩纷呈呢。是我太轻信了。现在我出事以后，我以前的粉丝都不相信我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失败的，现在怎么办啊？他们会不会都不喜欢我了？以后会不会没人喜欢我了？蓉蓉，你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要寻求认同呢？啊，你要学会跟网络保持距离，因为不管舆论是褒是贬，都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跟创造力。发博、采访、直播，追逐流量跟热度，耗费了你多少精力？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做一期视频了？创作者真正要做的是跟自己对话。一旦你在网络上寻到了认同感，还能保持那份绝对的与众不同吗？创作是需要孤独感的，要让作品成为你和人沟通的唯一渠道。最后这句话是我们冯校长说的，现在送给你。我一定会努力的。木导，大家好。汪姐，哎，唐教授，哎，王姐，哎，顾总，顾总，舞蹈，蓉蓉，欢迎大家回来。事先声明啊，拍完了这一期，第3季我坚决不来了。那可由不得你，我在你就得在。我就等你这句话。我接到后面工作邀请了。啊？我让他们推迟1个月。就这么定了，时间紧迫，直接进入主题。好，大家先看看拍摄方案。莫导，这是各地博物馆办的一些民俗和文物展，他有心意的不多。主推的文创产品都在这儿了，设计师送过来让咱们提意见，然后再进行修改。我平时在化妆的时候，最容易卡粉的部位就是眼下。人丑心丑，你看他那德行，高虎就带虎，良心被狗吃了吗？黑心产品，无聊。你们都被骗了，我也被骗了，别买他东西，烂脸。哎呀，这个 UP 主太没良心了，还钱！
我答应小鱼了，不看不看，以后都不看。不是王导，我现在最近真的很忙，但是不过我保证，这个拍摄周期不会特别长，对，真的不会特别长。拍完之后我马上就过来。对，我保证绝对不耽误您那边。好，太好了，谢谢丽姐，谢谢丽姐啊。看什么呢？没什么。你脸色这么不好，怎么了？没有不好，我刚查资料，没怎么查到。没事吧？没事，你去忙吧。哦。王姐。王姐。王姐。哦。650的一次意外令于小姐尾椎受伤，可能因此怨恨上了我，才会蓄意想毁掉一个年轻舞者的前途。要不是拍摄特别篇的消息上了新闻，又无意中听到舞蹈团的朋友说他也是幕后主创之一，哎，重大新闻，重大新闻，大家快来看，快来！虽然因为他我同一生的理想失之交臂，但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已经没有了怨恨，只希望他能站出来对我说一声对不起。这一生他欠了我很多年。那小姑娘以前长得倒是挺可爱的，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她亲爸一过世就跑了，养条狗都比她有良心。我听说于再早小姐父亲坠楼身亡，跟她也有关系，这是真的吗？我可没说过这事啊，可别找我，你找别人去。哎，别找我，我没说过。哎呀，我没说过。这个万丝华啊，不光腿脚不好，身子还挺歹毒的。还有之前那个谢回，同样都是姓谢的，我就这么英俊潇洒，他呢，面目可憎，相由心生。哎，你说这个万丝华，他这么炒作，到底什么意思啊？报复了。再说了，于再早在节目里频频出现，也算是个网络红人，被人挖底也不奇怪。这样吧，我找找我这边的关系，摸摸他的底，看看他到底什么意思。他刚刚还说要道歉呢。你信他才有鬼呢。但陶教授，这视频里面说的是真的吗？小鱼，你在这儿干嘛？吓人啊！来一口。哎，于编导，刚刚视频里面说那些事儿是真的吗？真的。他故意摔断我的尾椎，所以我就趁他下坡的时候，哼。后来呢？他也就在医院待了2个小时，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他不再跳舞了，那是因为他故意摔坏搭档的事情传开了，自己实力又跟不上，所以被淘汰了。哎，那个老太太说你父亲那个是不是真的？该解释的他都解释清楚了，至于他的私人事宜，说不说的是他的自由。明天早上5点拍摄现场见，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抓紧时间解散了。好，就这样。一般是左手拿中擦，在板上打圈，将颜料给涂抹均匀，放下中擦，然后右手拿纸，在空中交给左手拉直，轻轻放下。拿起这个中擦要力透纸背，均匀，直到这个颜色呢很均匀，然后放下我们的中擦。看，一张年画就做好了。
卡，王心宁，干嘛呢？根本都看不到你的眼神，怎么这么不在状态呀？那回家睡觉吧，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干嘛呀？我是有点状态不好。那个老师，对不起啊，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可以，没关系。导演，对不起啊，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吗？辛苦了。打起精神来都啊！嗯。 3、2、1，开始。王主持人，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好啊。好，那我们是用左手拿一个中擦。好。虎口哈。对，虎口位置，然后顺时针在盘子里面打转，把颜料均匀的涂抹好。然后一样拿起中擦，顺时针在板上均匀的涂抹。好。对，顺时针。您稍微用点力。用力哈。对对对，用力。哎，怎么了？ 看，没事儿，好像扎了一下。怎么回事？这个中刷还挺硬的哈。上面有很多毛刺，会扎到手的。哦，要香，要香。外面啊，好，没关系，处理一下，消毒一下就好了，没事没事。不严重吧？没事吧，姐？哎呀，没事，还好，消毒一下就行了。哎呀，你小心点儿。喂，哎，我这还有事儿呢，怎么了？别那么紧张啊。 你干嘛去？我去找木导，不能这么拍。听我说，他们不光是你的工作伙伴，更是你的好朋友，对待朋友更要包容体贴，慎重的处理问题。可是怎么了？你看，那边是省业的门市人家，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这儿。我马上过去看看。老师你好。 一点小意外。哦。诸位，刘教授看完我们的拍摄素材，提出了3点建议：第一，传承是以文物和非遗为主的文化节目，落脚点始终在文化上面，邀请明星嘉宾要慎重，勿让星火掩盖了月辉。明白了。第2点呢？春节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隆重传统的节日，传承只讲苏州年俗，拍江南士大夫的春节，角度是不是有点太片面了？ 缺少了历史的传承和厚重感。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教授全程看完我们的拍摄现场，他以为这样的敷衍的拍摄态度是对文化本身的不尊重，有些东西只能慢慢拍慢慢上。说实话，现场确实有些混乱。那叫有些混乱呀，我看简直就失控了。而你身为一个导演，你就不能掌控全局吗？就算我能搭好台子。 但是唱整出戏，我一个人唱不了吧？拍的不好，也有我的责任。但是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位是全心全意把你们的心思放在这次拍摄上的？还有现在网上不利于小鱼和节目的新闻特别多，我们真的不回应吗？佳音，你解释一下。 昨天晚上，莫导要去见公益片的投资商，确实挺重要的。其他人，我承认，我确实也有错，但是我后面的工作真的很重要。要不是为了还顾总的人情债，我现在早就到四川采访去了。谢瑶，你作为一个主摄影师，如果这次回来还是3心2意的话，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斟酌一下。 于大早，你在写什么呢？记录下来大家的发言啊，我要一一记录下来，将来好向广大观众解释，为什么主持人精神不佳，因为长期失眠，演员状态不好，导演也给过，因为导演一心扑在公益纪录片上，主持人的备用服装不合适，那是因为我们的造型师遭受网络暴力，得了失忆症。 还有一位，了不起的谢瑶先生，马上要做回新闻摄影师，兴奋到好多素材都忘了拍。怎么样？
我这个态度贴不贴心，温不温柔？会议到此为止吧。小鱼，诸位，你们今天的工作态度不光是在糊弄自己，更是在糊弄观众，浪费他们的生命与时间。每期节目的最后都会署上制作团队每一个人的名字，那么这一期，你们愿意在上面署名？抱歉，我先走。你们知道网络上为什么有于再造这么多的负面新闻吗？他为了把你们请回来，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他那么的坚持，就是因为你们是他最好的合作伙伴。想吃吗？叶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好吃吗？豆沙又软又糯，特别甜，你尝尝。好。哎，我听云阿姨说你想尝试往演员的方向发展。我有个朋友做了15年的表演课教授，想不想认识他？但我现在在拍节目，哎，下个月好不好？那就没办法了，他是回乡来祭祖的，错过这次的机会，恐怕以后没这个机会了。要不这样，你放弃这次的拍摄吧。我刚刚听你说很多拍摄的烦恼。我想以你的病情，不太适合卷入太过于复杂的是非。为什么不从负面情绪的泥潭里面挣脱出来呢？为以后的人生做准备啊！陶唐说，半途而废不好。放弃舞蹈和新闻，那不叫半途而废，是有了更值得去追求的目标。毕竟，时刻对人生保持新鲜感，才会获取更大的愉悦，不是吗？早早。你明明不快乐，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这一点都不像你。为了责任感。陶陶，你怎么来了？定位啊。不介意我坐下吧？坐吧。叶医生，对社会与事业具备基本的责任感，并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都是一个人的正常需求。可每次都像舞蹈学校那样，一味逃避复杂的人事，便可以安全着陆吗？难道他要一辈子都这样逃避下去？陶先生，我跟早早认识了很多年，我比你更了解他的病情。就我刚才听到你说的那番话，恕我直言，你的心理疏导方式恐有让人误入歧途之嫌。并不适合做他的心理医生。再会。到时候服饰就这样搭配。袁编导，你要的资料，谢谢。哎，怎么把王心凌拍的这么难看？这不行，这得重拍。重拍？当然得重拍了。除了王心凌的问题，整个都有问题。你看这构图，你再看这画面。不是，那导演，那经费怎么办？我再重新跑一趟。你想办法。要不您跟顾总说一说。哎呀，多亏你啊，谢谢啊。那当然得大餐伺候啦。就这样啊，拜。演员、嘉宾全部搞定。谢谢王姐。
你好厉害！哎，王姐，你看这个和这个，你看怎么样？好看呀！真的，这里也是明朝的。于再早，你杵那儿干嘛呢？哎呀哎呀呀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呀，热！松开！哎呀呀！你半途跑掉，你害我们都忙成什么样子了？这个没有责任心的家伙！没事儿，都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呀，关键要想如何把这个春节拍得隆重，拍得热闹。穆导，你好好策划一下啊！什么？一看就是没睡醒呢。我去给你们弄点咖啡啊！谢谢王姐。谢谢王姐。我要2杯。小月，给陶教授弄2杯还差不多。谢谢。你觉得怎么样？这能拖过来吗？哦，这能拖过来，就直接看。陶唐，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这些问题人物我肯定搞不定。大家都在工作，你就这么干看着？我可没有闲着，我请了冯校长和陆小姐出面澄清了新闻，我还给那个造谣生事的节目组发了律师函。至于那些捕风捉影的童年秘闻，清者自清，等节目播了，肯定不会有人再提了。嗯，哎，有一个人你帮我查一下。好，就这么办。凡是能来客串的，都来客串一把。我可不可以客串？那得看你能不能穿上衣服了。开个小玩笑，我是职业摄影师。名人着中至内饮食好上纪略一篇记载：30日岁暮，即互相拜祝，名曰辞旧岁也。大饮大嚼，鼓乐喧天，为庆贺宴。庆祝新的一年来临，他们会在门旁挂上桃木板，上书申书、玉律2位门神的名讳。桃木板又称为桃符。桃木镇压诸邪，2神驱逐兄妹，以宫中所用红罗炭末塑出成对的黑炭将军，黑面黑手，形如门神，名为丽将军炭。所有门户都要张贴门神，除了申书、玉律，秦琼、尉迟敬德、关羽、张飞都被民间奉为守门神灵。他们在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像。还会在床上悬挂金银8宝、西番经纶，或将黄钱编结成龙的形状。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趋吉避凶、祈福灭祸。沿营要插上成捆的芝麻秸，寓意芝麻秸秆节节高。民间孩童将院中铺满的芝麻秸踩碎，取岁岁平安的口彩。工人在院中焚柏支柴，欲百事如意，名曰玉岁。据考古发现，中国自春秋起便出现了形似饺子的美食劳丸。北方春节吃饺子的风俗，相传是为了纪念东汉医圣张仲景，迄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正月初一，明代皇帝吃的水点心扁食，清宫里吃的煮饽饽指的都是饺子。与明代不同，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立下祖训，正月初一，皇帝吃素馅饺子。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为祭奠无辜死于战乱者，立下除夕夜吃素馅饺子的规矩。自此，代代清帝都保留了这项习俗。《宫里郭大年》一书记载，清代宫廷素馅以干菜为主，包括长寿菜、金针菜、
木耳、蘑菇、笋丝、面筋等。其他研究资料说也包括豆腐干和鸡蛋，但必须在大年30晚上子时之前包好。子时一过，下锅煮熟，吃时已是元旦。直至光绪11年，清宫膳食档里才出现元旦进猪肉长寿菜和猪肉菠菜馅饺子的记载。除夕夜的子时，是一年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也是元旦的伊始。清帝将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处举行开笔仪式。子时将至，皇帝将亲手点燃玉竹长条烛台，以万年青毛笔写下新春的祝福，祈愿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饮进金瓯永固杯中的屠苏酒。开笔仪式后，皇帝向历代祖先行瞻拜礼，此后就到了传统的吃饽饽的时间。清帝的銮驾每经过一道门槛，太监便要燃放爆竹，方便御膳房准确地掌握圣驾已至何处。龙靴踏上乾清宫的第1级台阶，就是御膳房开始煮饺子的时候。皇帝吃饺子的地方，通常是在昭仁殿的东小屋。等太监侍奉皇帝安坐，御膳房内滚烫的饺子火候正好。饺子出锅不能早，也不能晚，讲究一切恰到好处。奴才给万岁爷请安，敬承万岁爷煮饽饽一品。准。御茶膳房档案记载，清嘉庆帝吃饺子时用一张大吉宝案，正中书有“一人有庆，万国咸宁，甲子重新，吉祥如意”等吉语，配酱小菜、南小菜、姜汁儿和醋的4只珐琅做料盘，分别压在4句吉祥语上。另有4只珐琅碗，每只碗中盛有1个饺子，饺子中包有乾隆通宝。这是因为中国人事事讲究好彩头，包饺子的时候会取铜钱藏在饺腹之中，取财源广进、大吉大利之兆。于是吃到的人新的一年会有好运气。皇上万福金安，大清江山万年。朕安，平身吧。谢万岁爷。《宫女谈往录》里说，大年初一，宫女们要吃春盘，民间又叫春饼或盒子菜。圆形或方形的珐琅盒子有12格、16格，也有18格的。
都放着各色丰富的小菜，如切好了的细丝酱菜、熏菜，如青酱肉、五香小肚、熏肚、熏鸡丝等等。每天吃饭时都有锅子，保证不同时间当差的宫女们都能吃上热菜，还会给爱喝粥的人配上2、3样粥。当然，这是给慈禧身边得用的宫女们的待遇。与清代宫廷进餐习俗不同的是，明代帝王的用餐仪式更有仪式感。名人《宫廷赌记》记载，每进一位，有黄绢一端罩之盒盖上，用小曲柄黄伞一把，金铃数十，太监顶之而进，摇曳有声，仿鸟雀之呜也。至上前跪，遂用领巾藏其口鼻，以于出息之不谨。可见当年的明宫已经相当注意饮食的卫生。新年时，皇帝要饮交白酒，自汉代起，民间便有向长者进献交白酒的习俗。传闻交是玉衡心经，白也是一种仙药，饮用交白酒可以延年益寿。除了各式精美的点心，宫中还会进献百事大吉盒，里面装的都是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等食物，象征吉祥喜庆，寓意功德圆满。当然，明代皇宫更少不了饺子，当时称为水点心，又叫扁食，人们暗包1、2枚银钱于内，寓意一年到头好运不断。正月初15更起，明宫内要焚香、燃放纸炮，同今天的人们一样，在热闹的鞭炮声中迎接新年的到来。他们会打开大门，走到院子里，齐心协力地将门栓或木杠往地上连续抛掷3次，名曰跌千金。人们互相拜祝，恭贺新的一年喜气盈门，万事顺达。好兆头。1、2、3，祝您吉祥如意，富贵平安，身体安康，心想事成。好，看，这场过了。你演的太下一场好了，皇上听戏啊！辛苦啊！好，下一场皇上听戏啊！这位老师略微差点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不过也辛苦啦，辛苦，还有机会，再见再见，辛苦辛苦。你也辛苦啦，怎么样？拍了江南，拍了封建帝王，还拍了不同宫女的新年，搭建起一个对照组之后，专家提出的问题也解决了吧？解决是解决了，就王姐，你今天演的一级棒。别说这些了，我快热死了。谁写的剧本啊？大夏天让我拍冬天的戏。请吃饭啊！让顾总请。火锅吧。是。好啊，火锅是不是？后面一下跟导演对一下。哎呦，热死了！真的演的超级好。你们这饺子是谁包的呀？反正我不会包。你要的东西。幸亏有淑荣，手太巧了，还会包饺子。木导，汪姐说她想吃火锅。可以啊。谢谢木导，谢谢木导。客气。木导，呀，什么时候到的？刚来，拍得顺利吗？非常顺利。辛苦了。有鸳鸯吧，鸳鸯大家谁爱吃什么吃什么。木导，这一版已经够好了，每一帧我都亲自剪的，您还不满意啊？我觉得这个明清的过渡啊太硬了，节奏不舒服。那要不要把明朝的剪掉呗？那不行，虽然我们是在影视基地拍的，但紫禁城可是明清2代的故宫，有清自然要有明了，观众会抗议的。
剪掉一个朝代应该没关系的吧？反正以前好多影视剧都拍过了嘛。当然不行，都得留着。我觉得这个时长啊，得做调整，我亲自来。我们呀就应该从夏商周时期开始拍，把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全都拍个遍。哇，那得拍到100年之后啦。那怕什么？咱们节目不就是抛砖引玉吗？我不是砖头，我是玉。我宣布啊，这一箱都是我的啦。老板，这么晚还不回家呀？王姐，你不是也在等粗剪吗？啊，我是因为特别篇嘛，比较重视，所以想看看自己拍出来状况怎么样。你在看什么呀？这谁的照片呀？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王姐，一会儿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你说。赶紧出去，赶紧出去！没事，在这捣什么乱呀？啊！汪姐，哎，木岛把我轰出来了，打他。不敢。于再早，接下来的1周工作会非常的忙，计划做好了没有啊？名单里的非遗大师都请到了吗？艺术家又不是大白菜，很难请的好不好？好多人时间都合不上。对了，我给陶唐打个电话。陶教授他现在有事儿，这样你把你要请的人名单列给我，我来帮你请。可是没有可是，看不起我呀？走，列名单去。那个明天拍摄的最后的造型，演员不是特别的满意，一会儿把意见发给你。顾总，嗯，你看起来好心虚哦。虚什么？工作。好嘞。你们追查这些，到底想知道什么？照片里的这个人是不是于再早失散的亲哥哥？你当年想抚养于再早，却遭到他的父亲严词拒绝，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却遭遇不幸，意外身亡，你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的抚养者，对不对？那又怎么样？难道连你也相信那些无稽之谈，认为那个男人的死和早早有什么关系？陶唐，你一直那么关心早早，你是他最重要的朋友啊，你怎么也和别人一样怀疑他呢？你们相处了这么久，你不知道他的为人吗？早早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于阿姨，我不是这个意思，请您别误会。那你什么居心？早早是我从小亲手抚养长大的，在我的心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的宝贝。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用他们的偏见和狭隘去伤害她，不管是你还是顾世庸。如果你们坚持追查下去，以后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了。他已经回来了。我想查清楚当年的事儿。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你去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亲眼看看。一丝灰尘都没有，仿佛主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于再早，这些照片里隐藏着你的秘密吗？
时隔多年，又是谁将你的一切保存得如此完好？好像一打开门，他就在等你走进来。对呀，之前我的同事给您打过电话，不过您拒绝了，所以我才亲自来请您呀。您去年还欠我一个专访呢。啊，您说叶老师他来的，好呀，正好你们到时候可以叙叙旧。好，再见。搞定一个。喂，叶老师您好，我是小汪。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有期节目需要重量级的嘉宾，吴老师他也来，所以我想你们两个好朋友呢正好可以一起上节目，还可以叙个旧。你买夜宵了？看到我的留言呢，方便回复我一下，谢谢。王姐吃夜宵。于在早，有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那有那么多别的味儿的，你能换一个吗？给你。如果您听到我留言的话呢，方便给我回复一下，谢谢。给我。金老师，金华鲜。叶夫君，我应该管你叫沈南星才对。你是于再早的亲哥哥，有医学博士学位，还是一名很杰出的外科医生。他在舞蹈学校，你第一次以心理医生的名义出现，后来是大学、电视台，甚至如今的网络公司，你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他。这次网络的负面新闻跟你有关吗？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不会伤害他。于阿姨告诉了我一件事儿。当时于再早坚持跟于阿姨一起生活，还和你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你罕见的支持父亲不愿意让他离开家，他却一个人跑出家门。当时沈先生追着他跑出来。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不准走！你去哪儿？不准走！你去哪儿？不准走！不要你把你松开！沈太太去世后，沈先生自顾不暇，都是由你来照顾妹妹。他毫无眷恋地抛下你，同温柔善良的于阿姨一起生活，对你来说等同于背叛。你一再地接近她，诱导她放弃心爱的职业，远离她身边的朋友。你这么做是不是心存报复？你确定那是他心爱的职业？那些人都是他真正的朋友吗？像你这样年少离家的人，根本不懂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连我本人你都查得一清二楚，还真是对他的生活把控的滴水不漏。那么当年死在这里的沈先生，
真的是因为摔下楼梯脑溢血发作身亡的。喂，淘淘，我跟你说，顾师兄这个恶人抢我的蛋糕。哎呀，行了行了，还你，小气鬼！早说嘛！好，我马上回来。哎，师傅，这个不能放这儿。这挡道了，对，这往里挪一下啊！来，赶紧搬走。哎，淑荣，我看了，妆容造型都特别好啊，你直接发给舞团确认就行。我发了啊。哎，好的。哎，师傅，一边15个都对齐了。哎，好的。哎，小李师傅，哎，这 LED 一会儿升起来给我看一下。好，现在升。有你在这盯一下。好。大家抓紧啊！哎，好。鱼在早，你在干嘛呢？发呆呢？本来公司人手就不够，你还不帮忙布置，怎么想开天窗啊？再过来点。你好凶哦！你赶紧给我盯现场去。再过来。哎，师傅，舞台一定要按图纸来，千万别错了，盯住了。这边到这边。对。好，马上去。哎呦，这乐器不是正摆的。你们两个。看一下这个图啊！哎，你们这边椅子都摆好了，一会儿是要放乐器的。行，我现在弄。这是什么？冒充心理医生从事医疗活动，对患者本人构成伤害，这是非法行医罪。冯校长得知实情后，愿意做证明。我是去看望我自己的亲妹妹，更何况早早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哪来的非法行医？你这个罪名是不是太离谱了？有没有不是由你本人来判断的。你凭什么身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我是于再早最好的朋友。他可能这一生都无法懂得爱情和友情的真正意义，就算是这样也没关系吗？我从前也是这么认为，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变了。现在的他，比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更懂得珍惜情感，保护每一个人。那些曾经在他眼中毫无价值的人，如今都成为他的最好的朋友和伙伴。他也不再将成功视为他唯一的目标。为了那些人，他学会了忍耐和退让。而你，也不要再妄想把他拖入过去的泥潭。过去的本该留给过去。如果我的警告不能让你清醒，那么下一回这个文件袋里的资料有可能会寄给你的上司、朋友，甚至媒体，还望你懂得适可而止。灯会是中国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民俗。相传东汉张道陵在四川举办燃灯祭斗一事，迄今已有1800余年，正是中国原始灯会的雏形。在中国的灯会中，最隆重的要数元宵灯会。《资治通鉴·隋纪篇》说起隋炀帝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5000步，执丝竹者18000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
灯火光烛天地，中月而罢，所费巨万。可以说，元宵灯会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场举国同庆的盛典。非但街道上登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更有歌舞百戏，群公竞技，人山人海，通宵达旦。发展到了今天，各地结合地方民俗，非遗集会，灯会的规模更大，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是爷非爷，是爷非爷什么意思啊？你怎么没跟着汪姐？汪姐说今天放我假，让我来逛灯会。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哎，佳莹，这是什么意思啊？郭令弓箭之女。郭令弓箭之女，你也不知道啊？怎么这么难啊？都猜不出来。小潘，过来，这边拍一下。好。哎，佳莹，你看看这个，少女梳妆懒画眉，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兄弟的兄字。你怎么猜到的？哇，好厉害！注意台阶。好。哎呀，汪主持你好！哎呀，你好，好香啊！老远就闻见你们家香味儿了。这是什么呀？啊，这个叫油豚锦窖，它是一道传统的菜，也是江苏的时令小吃。它个头比较小，经过油炸之后呢，就叫油豚锦窖，而且也叫锦窖馒头。锦窖馒头，对，也是平时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互相馈赠的礼品。您可以试一下，刚出锅的。好。哎呀，好烫呀！哎，谁有水？哦，我有。来，水。顾导，片子演好了。好，马上过来。好的。别提了，小朱啊，丢三落四的，把我明天要拍的脚本给弄丢了。我说正好路过公司看看有多余的没有。行了，你这桌太干净了。哎呀，那怎么办呢？姐，要不你去导演那桌看看？哦，好，那先这样啊，拜拜。
谢谢。不客气。等这节目拍完了，赏个脸，请你吃饭。现在机器还在录着呢。反正解决权在我这儿，掐了不就完了吗？行还是不行？那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还不一定去呢。你看。歌词啊，绚烂香，痛饮着一条江，各泛出几层浪，分装如霜，披望，明堂徐香为红墙，中影啊有两方，飞舞八曲敦煌，在故人的地方，塑造新的模样。有一声长语出千古绝唱，让专注浇灭这本是凄凉。回头看斑驳的历史长廊，是我们心中霜，披望，明堂西厢为红墙，中医啊有两方，飞舞八曲敦煌，在故人的地方，塑造新的模样，沿袭墨描绘出层乱叠嶂。说出了不诉深痛，你问我此生要去向何方，我不过笑看着天地苍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没有啊。顾总，顾总，哎，大家辛苦了。嫂子，小姨，哎，顾叔叔，哎，真好看啊！爸，你怎么来了？这臭小子，这么好玩的灯会你还不叫我们俩，还是让嫂嫂给我们发的请帖。不过嫂嫂，也没说要换装啊，这些人穿的都很复古啊。现在流行这个非遗灯会办得好，应景儿。顾叔叔，
不知道顾总可小气了。上次元宵灯会办盛的景，还想剪一个特别篇继续赔钱。你别胡说了。爸，既然来了，就带阿姨好好逛逛。那你们呢？哦，我们还有其他安排。阿姨，玩得高兴啊！走了，嫂子。别当电灯泡了。真好。良辰美景，可不配在下一游。行了，干活吧，浪漫是别人的，跟咱无关。来，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别老当电灯泡。顾总，我买个糖画，你先去找孟导吧。去吧，去吧，去吧。师傅，哎，您这只能做这些图案吗？什么都能做。那我要个小猪佩奇。OK。陶先生，我先跟你聊聊。父亲摔下楼的那天，你弟救得温和。事实上，他早就接到了就医，他想重新振作起来，带着我们兄妹俩好好的生活下去。可惜啊，上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那天，我追他出门。你去哪儿？不能走！前面有卖糖画的，我想吃糖画。好，爸爸给你买了。咱们选个漂亮的吧。给你小心点台阶。我要米老鼠。好。当年，他每次酗酒的时候，我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再回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真的要好好生活的时候，偏偏遭遇了不幸。后来，毫不知情的早早跟阿姨离开，我被人收养，我真的熬了很多年，才找到了我自己的妹妹。自此，我一直关注她。你不该干涉她的生活。母亲过世之前跟我们说，以后她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作为哥哥，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她。我认为，同人群保持适当的距离，远离那些可能会伤害她的人，这才是保护她的最好的方式。说真的，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谢回，我揍的。摇回来，摇回来。行，够了，花灯够了，你们也休息休息，逛一逛吧。好的，袁编导。一会儿咱们准备排跳舞了。好嘞，谢谢袁编导。架子要收好啊。雨伞扫。来，这个插一下。走。好，等我吧。小心点啊。
谢谢。佳怡，这个不错呀！哎，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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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我！啊，别挠！给我，加油！给我，加油！给我，快点！涛涛，谢谢你，谢谢你们所有人。给我！不想同他相认吗？给我！快点！抢不到吧？快点！哎呀！你看吧，你要不抢他能睡吗？你要不追我，不也不会睡吗？你看那头发跟没头风一样，那不是被你追的。好啦，老爸。好的。呀，怎么碎了？小雨，我的给你吧。金鱼和你一样都有生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伤害有生命的人和动物，记住了吗？他们说的都不对，早早和大家都是一样的，等你长大了，会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的，哥哥相信你。从前我为了保护我的妹妹，什么都愿意做，可是现在，你说的对，像我这样活在过去的人，不该影响她未来的幸福，对吧？很高兴认识你，我也该离开那座房子了。叶先生，哎，小鱼，你去哪儿？还不管他。师傅，哎，我想要一个兔子。没问题。陶唐，你在这儿啊？你在找谁？我哥呢？他不是在这儿吗？你认出他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认我？我一直等他先开口。这游戏玩的也太久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上元灯会，舞蹈演出即将开始。
好像飞天，下一季我们拍敦煌好不好？那太好了，这个主题很好啊。舞蹈，王姐，你们的意思呢？一起去。那就要看我的心情喽。西宁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好，下一季我们就拍敦煌。大家辛苦了。我们。